那因为最近日月潭都不下雨，所以听说九蛙已经浮现了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九蛙的样貌，带大家逛一下日月潭。其实日月潭这边蛮漂亮的，它这边的森林的样貌啊，然后步道，其实我觉得都规划的还不错。你看它这个步道，它设定在这里，然后旁边是车道，是分开的，所以这样子行人走起来是比较安全的。那以前没有这个步道的话，就是要走在马路上面，就会相对的危险。这个步道还蛮长的，旁边这个金属的引道应该是给脚踏车牵的时候使用，因为这边也蛮多人会骑脚踏车来的，所以这个应该是给脚踏车牵引用的。蛮幽静的。你看这个步道很长，很幽静的感觉。其实走在里面的感觉很好，很清幽，然后会有风这样慢慢吹过来，很舒服。然后沿路上都有虫鸣鸟叫的，然后也不太热，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快到中午的时间，但没有很热，其实还蛮舒服的。但这边有一些人丢垃圾在这里，这样不是很好，很多垃圾。这边就走出步道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两边都很开阔。其实以前两边都是可以看得到潭水的，但是因为现在就是水量变少嘛，所以就干枯的现象就是蛮明显的。我们先去九蛙那边看看。天啊，这个还蛮扯的，你看，都干枯了。我记得很多年前日月潭也有一次这样子，我都笑称它叫日月潭大草原，因为都长草出来了。那时候好像是半年没有下雨吧，然后也是整个干枯，然后中间的那个土地公庙啊什么的都浮现出来了。我觉得如果这次再不下雨的话，应该也是会这样子。你们看一下，都干枯了。你看那个潭底底下还蛮多垃圾，还有这个轮胎吗？然后旁边还有那个保特瓶。奉劝大家还是要来这边地方玩，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公德心。那这边其实是有一些鲜明的墓葬在这里，很多都是古墓。那因为最近是清明嘛，所以有些来扫墓的，那变成这边的杂草就是除掉、除干净了，所以那个古墓就都跑出来了。然后这个就是九蛙，所以你看它九只已经现形了。九蛙必须在枯水期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，但是它如果九只都跑出来的话，就代表说降雨量真的变得很少。如果是非枯水期的话，蛙还是会有一些还是会出现，但就是上面一两只或者是两三只。
这边有9蛙的蓄水量的说明警示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伊达邵，就是伊达邵码头这边。那这边算是他们比较热闹的商店街，然后旁边也有很多民宿跟餐厅。那假日的时候人比较多，那今天因为是星期一的关系，所以人会比较少一点。这边民宿盖得很漂亮，然后也有一些可以租这种电单车的。这一条主要都是民宿居多。那很多人来日月潭，因为这边比较靠近游艇码头，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边住民宿。我之前来日月潭的时候也是都住这附近，因为离码头比较近。然后如果说是带长辈来的话，也比较方便一点，就是下来就可以搭船，然后搭完之后，如果是早上下来搭船，然后搭完又可以再回民宿再休息一下，然后再去回家或者是去另外一个景点，都还蛮方便的。这边就是伊达邵码头。水位已经退蛮多的，但跟上次比是还没有到那么严重。但是你看这个，原本这边下来就可以上船，然后它现在已经退到比较远的地方了。这个凉亭的部分以前也是水位也是满到凉亭这边，所以凉亭那个下面就是水，但是它现在已经是有点1层楼的高度出来了。这边有个凉亭，算是日月潭一个地标。然后这边就是码头。如果你想要来日月潭坐游艇的话，就可以来这边买票，然后可以在这边上船。然后你现在看到远方不是有一个小旗子吗？这边不是有个小旗子？这里有一个小旗子。这个地方呢，以前就是水位退到那边，大概是那边左右。就是干枯的时候，最远是退到那边。这边就是缆车中心，然后可以从这边坐缆车去九族。那山上那边就是过去那边就是九族了。所以如果你来这边玩的话，来日月潭玩的话，也可以从这边坐缆车过去九族文化村走一走。其实我觉得日月潭蛮美的，就是它那个潭水让人家觉得看了就是心会静下来，很宁静的感觉。而且它的清晨很美。早上的时候，清晨的时候，它会水上会有一层薄雾，然后随着太阳逐渐上升，那薄雾消散的时候，感觉就是揭开神秘面纱的感觉，很漂亮。这里是伊达邵游客中心，然后如果你想要搭船的话，就可以在这边买票，可以在这边搭船。飞起来，飞个正正款的。
其实感觉外国游客还是蛮多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些青蛙的摆饰，大家喜欢这边拍照。这几只青蛙好可爱哦，每只都不一样。你看这个后面还有带一只小的，而且还在吃棒棒糖，超可爱的。那这一个装置艺术呢，是台湾很有名的艺术家范承宗的作品。他的设计的想法是山雀，从这边下去就可以搭船了，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很多游艇停在这里。我们现在去伊达邵的街上晃晃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餐点。虾饼试试看看，这虾饼没有炸的虾饼哦，这里可以试试，来试看看，谢谢。常常啊，里面坐。这边很多卖茶的，还有卖那种小米酒的店，名产店。来，水果洋参醋小米酒哦，来好吃的雪花饼，请你们吃。这是一间排队名店。像这边有一间卖，就是那个鸡翅里面有塞米的米饭鸡翅，还不错吃，所以人蛮多的。你看，排队排很长。蛮多外国人在这边排队，排太长了，我没办法排队排那么长，你们就只好自己来试试看。我之前是有吃过一次啊，是还不错吃。然后这边有一些手工艺品店，卖一些原住民的手工艺。谢谢哦，谢谢。来，看看哦，好吃，跟我几两个哦。OK。那伊达邵码头这边附近的商店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过去涵碧楼那附近看一看有什么东西。那我们现在这条路上是要往涵碧楼的方向，我们就去看看涵碧楼。有一只猫，有人养的，可能在找猎物。完全不怕人。这边路边还有一些餐厅，卖意大利面的。哇，这个鹿角蕨好漂亮。
前面还有一只猫。这边再继续走吗？这边是梅河园。哇，这边上来可以看到日月潭，好漂亮。这边水位比较高一点，刚刚我们去伊达邵那边，就水位就相对的低很多。在这边可以看到日月潭中间那一个小岛光华岛，以前是邵族部落的圣地。这边有一个日月潭的碑，很多人来这边都会来这边打卡拍照。你看这个字跟光华岛都可以拍得到，很漂亮。这边有个耶稣堂跟文学步道。这边有一个小礼堂，哇，这边也可以，感觉是可以来这边结婚的会场的那种感觉，可以看到后面的日月潭。这个耶稣堂是蒋介石出资的。关景海。对，那为什么叫夫妻树？是因为当时原本种了2棵，后来这2棵也很奇妙的在长大的过程当中，它们自己缠绕在一起，最终长成一棵桐树。导览员说，这个2张座椅是蒋介石跟他夫人的专属座椅。从耶稣堂这边看出来的景色真的很美。我觉得这个教堂小小的，但是小而精美，还蛮漂亮的。我们现在要走这个文学步道过去涵碧楼，这边有一个地图。我们现在位置在这里，然后走过来这边就是涵碧楼的纪念馆。这个步道很清幽，人也比较少。这边有向阳老师的诗，之前访问过向阳老师，他就提过他在这边有一个诗在这里。从这个凉亭看出去，刚好可以看到光华岛，面对正中央的位置，然后这样子看过去，刚好是光华岛。这边就是涵碧楼，然后前面就是以前的岗哨亭。为什么有岗哨亭呢？因为以前是蒋中正在住的，所以他这边就设有一个岗哨亭。这边还有一艘船。然后这艘船就是蒋介石手划船，是他以前用过的船。然后这个就是岗哨亭。从涵碧楼下来之后，就可以直接到达码头，所以他们以前可以从这边
就直接把船推下去游湖。所以从涵碧楼这边望出去的风景是很漂亮的，可以说是涵碧楼是在日月潭最佳的位置，最美的风景都在这里。刚好有船从光华岛前面划过去，真的很美，很有诗意的感觉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日月潭目前的状况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按订阅，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